马来西亚这个城市华人人口达到95%，是大马华人比例最高的城市，甚至也是全球除中国外华人比例最高的城市。不少全球闻名的华人也来自这里，比如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和歌手光良。今天狒狒文涛来到怡保，带大家看看这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怡保坐落于西马中部，是一座山城，当地华人称它为小桂林。100多年前的英国殖民时期，这里盛产锡矿，不少广东华人离开故土到达这里从事锡矿工作。时至今日，这里成为马来西亚华人最多的城市之一。在这儿能看到封建时期的历史痕迹、贤贞别墅和二奶巷，也可以品尝到不少当地华人或传承或发明的中华美食。这里的华人知道我们来自中国，也都流露出善意。怡保一个小城，但是却充满着华人间特有的人情味儿。下面和狒文涛开始今天的旅行。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正在背包环游东南亚。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怡保。说起怡保很多朋友可能有点陌生，因为怡保不算是马来西亚的热门旅游城市。不过呢，我要说起几位明星，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听过，比如歌手光良，比如影星杨紫琼，他们都是在怡保出生长大的。光良的歌你会唱不？光良的一首代表作，光良代表作肯定就是《童话》了。对呀。我想想啊，你哭着对我说，是这首吧？对。但是你唱的有问题啊，它正确的唱法是这样子的：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这个歌好魔性。怡保是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首府，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比例第2高的地方，仅次于槟城。如果只看怡保这个城区的话，在全部43万的人口中，有超过1半都是华人。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怡保。怡保城区的面积不算大，去哪儿走路就能到。感觉从首都吉隆坡出来之后，到了怡保，你就觉得这里很惬意，节奏很慢啊，是吧，涛哥？我觉得我们在大城市旅行惯了就是更喜欢小城市的这种安逸和宁静。对，而且这里比较凉快，周围都是山，这里周围有很多那种喀斯特地貌嘛，就有点像我们广西河池啊、桂林啊那种风景。然后楼也比较矮，路比较宽，经常会有风过来，凉凉的，还挺舒服的。当地的大哥跟我们说嘛，这里叫做小桂林，是马来西亚人叫的，不是我们叫的。我们一大早出来就见到了一个跳蚤市场。在我们酒店的旁边，但是感觉那个跳蚤市场印度人和华人挺多没看到什么马来人。怡保这里总体来看的话，马来人的比例不是那么高，华人占第1位是最多的，然后印度人也挺多。我们住那个酒店，全部的雇员都是印度人，我觉得可能他们的这个老板就是马来西亚的印度族。怡保的城区可以分为新街场和旧街场，我们住的酒店就在新街场，然后现在我们过了这条桥，那边就是旧街场了。旧街场是怡保主要的景点的聚集地，还有一些美食。一大早起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旅行团感觉怡保这个城市在中国可能不是那么有名，但在马来西亚当地还挺有名的。黄包车，对，给游客准备的。是这上面主要是它中文写的繁体字“黄包车”，好好玩。不知道是自己骑的，还是说前面会有人骑带着你啊？我们在怡保这儿好像没有看到有那种人力的对，专门有人在前面骑的，应该是自己租的。这不错这要是不贵的话，租一个挺好的，你骑我坐，挺好。那要不然你坐我骑，意思是？不行。要是你坐我骑，我估计会被网友骂死的。上次我们在东北的雪乡拉那个雪爬犁，我在前面拉，文涛坐在后面，也就那么20秒的镜头，然后文涛就被骂了。怡保这座城市是在19世纪末随着采锡业的发展而兴起的，被称作锡都。那现在呢，城市里依然留下了很多和锡相关的历史遗迹，贤贞别墅就是其中的一处。原来这里还真的有人骑贤贞别墅是客家矿商姚德胜在1893年建立的。那当初建这座别墅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供周围的众多锡矿主们在这里娱乐消遣以及社交，所以当年别墅里的生活是非常奢靡的。后来呢，因为锡矿产业的慢慢衰败，然后贤贞别墅这里也逐渐的荒废了。现在呢，里面已经变成了博物馆，有很多对当年场景的还原，据说是可以让游客免费参观的。来到了怡保的旧场街呢，从两旁的建筑，大家看就特别的古色古香，也可能是这边建筑很久没有翻新了，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为了保留以前那种感觉来抓我呀！哎呀妈呀！来抓我呀！我感觉我不是到了怡保，我感觉到了盘丝洞。
这里就是贤真别墅了，11点开门，现在是10点36，还有24分钟。感觉很多人在门口排队是吧？等着进这个博物馆。你看上面写了客家矿家俱乐部及博物馆，因为它以前就是一些锡矿主们的俱乐部嘛，在里边玩啊、社交啊、打牌啊什么的。那这个俱乐部就是传说中的私人会所啊。哦，对哦，可以这么理解啊。是啊，还是我们涛哥懂得多啊。我没有去过，只是听过。我 at 你，你就你 at 到我啦，我唔識嘅。哦，中國。这个钱是民国18年的，2毫啊，广东省造的2毫钱。当然，军阀会战时期，好多省里面的军阀都各自铸币嘛，对，所以这种乱七八糟的货币挺多的。那时候那边没有工作很久以前没有做工，然后他的工，我的公公的爸爸，2个都做南洋坐船来这边，坐船来这边。然后在这边就找工作啊，做下结了婚啊，然后就生儿子。现在你们讲那华语啊，我们一听你知道是中国人，对，因为华语不懂，我们的华语不懂啊，你们的华语比较尖硬的，我们讲的华语好像又马来文又英文，全部集中文，所以我们讲的话不像中国人。对，因为那 Mandarin 普通话比较的抑扬顿挫。对，这里马来西亚 ，OK。没有2个月就要地震，没有风灾。对，新加坡的管理就 OK，马来西亚这管理都 OK，都不同。马来西亚的比较以前是另外一个皮肤的马来人，对，新加坡的是华人管，是华人管的比较 OK 一点。哦，就是这样了。是，贝贝，我们看一个大哥的古钱币啊。古钱币大家看一下。买一下，你要收藏一下。哎，这个你们有啊？我中国带回来的。我看看。中国的。哦，光绪的。对呀，对呀。这个多少钱，大哥？这个是马币12块啊。你看上面还写的，这是陕西省造的。对呀。这是我们家乡啊，我们就这里的。你那边有得买吗？我们很少啊。你这买一粒来踢呢，然后你那个龟雏哦，你龟雏你放进去哦。钱生钱啊！民国2年啊，对呀，民国2年，这太早了，100多年了。哦，还有几分的，这个我们小时候都见过啊。这不是90几年就有我们的钱吗？对，我以前偷这种钱，然后去偷我们家储蓄罐里的这种钱，买游戏币。妈妈知道吗？我妈把我捶了一顿。我们拿个这个好了。好。我们要这个。你要这个啊，这个好，还有马币5可以，你要好像80个还是生钱哦，这样的。生钱啊，回去放到那个橱柜里哦。好。好，对呀，对呀，你要啊收藏一下。这是这。我们现在已经进来这个贤真别墅的内部了啊，这个博物馆是免费的，然后还有一位免费的讲解，但是只能提供英文讲解。这里有别墅以前的照片，你看，这是很早之前的了。然后这个地砖啊，这里写了1929年，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踩的，你看看，哇，100年前的地砖。对，我感觉好华丽哦。在那个年代，然后这些留下来的这些屏风什么的，都是名副其实的老古董，都是以前这个家里有矿的富商们。这位就是贤真别墅的创建人，他的名字叫梁碧如。其实当时是有很多这个客家的富商一起创建的，这是其中一位啊。这里有一个当年采锡矿的一个示意图哈，这里就是几位男士，他们是最主要出力的人，他们要用劲的，然后从那个地下去开采。这个机器看起来平平无奇，是不是？其实它是整个锡矿开采中最重要的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算是一个喷水机。他们先在这个锡矿上挖一片大地，然后把这个机器立在中间，看就像那幅画面一样，喷水。喷水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锡矿土含锡矿的土打散，变成泥一样的东西，然后通过这个管道呢，一点一点运送到上面，一层一层的，就这样子。而且看上面为什么很多人在那边哈，因为这个会漏，这个锡矿一直会往下漏，所以他们要去时刻的护理，整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然后最终呢，这些水到了地下河里这个位置，然后就会有很多这个女工，对，他们拿
这样的这个工具，就跟淘金一样哈，这样一点点去筛。去筛它，对。然后这个工序只有女性做，然后男性做的是开头那种最累、最辛苦的。这个画面哈，描述的当时工人工作场景。但他手上这个钱呢，就是当时他一天的一个工资，算是这边的1块钱。对。但是这1块钱看起来很少吧？其实它跟当时的美元是价格差不多的。对。因为在1920几年的时候，这边锡矿开始繁荣起来的嘛哈。这个当时也叫$1。对，1美元。对。它的购买力很强，当时的1分钱就可以够你每天喝的那牛奶几百毫升的量，知道吗？所以1美元能买非常多的物资。所以说明什么？说明当年的锡矿工人他们的工资是很高的。所以会有那么多中国人下南洋过来谋生。这个别墅的1楼主要就是一些这个锡矿开采的一些背景的知识，然后2楼才是真正的文涛说的私人会所。4大罪恶简单说就3个字：黄赌毒、赌博、鸦片、妓院这些。这里就是当时矿主们在这里抽这个鸦片的一个场景。这里面真的是高等级的棋牌室，在棋牌室里面还有很多位美女啊，除了刚刚那位柔肩的，这里还有一位日本艺妓，这个是他们其中某人的情妇。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这边有很多日本的女人？在1929年的时候，当时全世界经济危机嘛，美国大萧条，日本的经济也很差，所以呢，有很多的日本女人被迫来到南洋打工。他们在南洋干嘛呢？一就是从事服务业，比如说酒吧小姐；二就是从事一些娼妓的产业。这里就是当年的一部分客家矿家们。我们已经从这个贤真别墅里参观出来了哈，大家如果以后来这儿的话，记得提前在他们官网上预约，里面门票和讲解都是免费的。不过在出口这个位置有一个乐捐箱，因为这个别墅年代比较久远了，每年的这个维护还有修缮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门票虽然免费的呢，大家也要各凭心意嘛，拿出一点就是放在对放在门口的那个箱子里，然后也可以扫码支付。我们俩刚才也扫了20马币。在这个别墅的门口啊，刚才看到这还有一辆超级拉风的这个老爷车啊，超跑啊！对，这是英国的车。对。然后这个车放在这里啊，就是为了显示出当年来这里的都是有钱人啊。说白了就是家里有矿的，全是矿主。老婆，你看这个牌子，我估计你还认识呢。我看名爵。对啊，厉害了吧？名爵，居然没有想到名爵也好起来了，有超跑了。涛哥，你可以想象吗？100多年前，当时我们那是什么样子？而这里已经有这么多豪车，对，别墅里面的人又过着那么奢靡的生活。这位在二奶巷门口给别人拍个照。1、2、3。我们现在来到了怡保很有名的二奶巷。这个二奶啊，真的就是大家想的那个二奶。但是这条巷子叫二奶巷，并不是因为这里住的全是二奶，而是据传呢，当年在怡保这里的矿业大亨姚德胜，他在这块地方一共买了3条巷子，分别送给自己的3个老婆用来收租。其中呢，二奶巷就是2老婆的地盘，那相应的旁边还有大奶巷和3奶巷。家里有矿的人果然是财大气粗啊，又有钱又大方，给自己的老婆买整条街用来收租子啊。不过我看到二奶巷和大奶巷的时候，就在想，这个富商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太奶买一条巷叫太奶巷？你真是个大孝子啊，各位！两边店铺全都是二奶的店啊。有什么二奶榴莲店、二奶糕点店、二奶豆花店？我觉得那个店名字太搞笑了，它直接叫怡保二奶店。哎，真的呀？这店里也不知道是卖什么的。哎，其实这2个字现在满大街都是，你就觉得好像和我们现在的公序良俗不太吻合。不过都见怪不怪了，还有很多游客，包括女孩，就站在那个二奶巷3个字下面，还要拍照打卡一下。对，向星辰许愿，在二奶巷相见，还挺押韵这。这里也是一家二奶店，前面的这条小巷子才是真正的二奶巷。其实巷子不长啊，从这头看那头也就100多米。不过这里好繁华，现在挤满了游客。我们现在去里面逛一下。其实我都能想象到这种比较商业化的小巷子里面可能会卖什么。不过来都来了，还是去里面看看吧。现在的二奶巷完全就是一个商业街。说实话，我们来到这种巷子不太有购买的意愿啊，感觉一眼
望过去几乎全是义乌。对，瞬间感觉穿越回了浙江。我觉得欧美游客还挺喜欢买这些小玩意儿的，因为他们那里可能贵吧，我觉得。贵呀，对。反正我们从中国过来的，对这些东西是完全不感兴趣。一是不感兴趣，二是觉得价格比我们那儿还高。现在二奶巷也好起来了，全部都是韩国的好吃的呀，这种华夫饼，隔壁又是一个中国的糖葫芦啊，这是凉的吗？对，它这个糖化了，你看往下一个噔噔噔噔噔带滴，对，老板一直在擦。那说明它这个还没有很多凝胶剂哈。这里有一个百年老店，哎，等一下，后面写了还差99年，这不是标题党吗？我看到这个名字好想起来好多中国那种无良商家呀，把那种特别限制性的条款放在小字儿里面。那这么说的话，咱们俩也已经结婚了。括号还差49年。对。从二奶巷里面走出一个二奶，你是想挨揍了吧你？这里就是大奶巷了，这个上面的牌已经掉了，不过我们可以从年份上面推算一下。刚那个二奶巷是 since 1908，这个是1894，给大奶买这条巷子的时间要更早一点啊。不过这条大奶巷看起来好冷清啊，旁边还有个三奶巷，三奶巷整个在修路，也是没有店铺的，就感觉当年好像二老婆比较受宠一些啊。这条巷子呢就是二奶巷的尽头了。OK。You are Malay people. 一瓶可乐，这个才1块钱，无糖的，挺便宜的哈。对，怎么看一个人不停的喝我的可乐，就好了呀。我付的钱，这种可乐分量挺好哈。刚好2个人1人1口。太阳太大了，二奶怕把自己晒花了，不再受宠，所以自己要打一下。你要给我买整条巷子吗？可以，瞬间就有动力了。你怎么来到这之后这么亢奋？你是有什么非分的要求吗？啊？没有，宝尊，你看这个厉害了吧？当地车的这个遮阳罩上面居然写的是荣耀，这个在干嘛？老婆，你记得不？昨天我们遇到了一个人，我想起来了，水箱烧开了，对，然后往里面加冰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那儿车普遍比较老，老的车就容易这种过热，再加上天气热，冒热气儿，看。Too hot. Water. 对。哦，你看他们这随车都带着一箱水。就为了怕这个过热，所以在不同的国家旅行哈，总能见到不同的这种知识，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啊。一车传3代，人走车还在。宝子们，你们看，这有4个字母，写的是 IPOH。狒狒刚才韩国人附体了，读了一个，再读一遍 iPhone。其实这个就是怡宝的名字啊，它叫做。Ipo， 对 ，Ipo， 其实跟那个汉语挺像的。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这一圈都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建筑。这个纯白的这个是，然后再转过来，这里还有一个塔，它其实也是个钟楼，它上面是有一口那个很古老的100年前那种机械钟，每天到整点的时候都会敲钟，比如8点钟敲8下。这个殖民时期啊，这些殖民者都特别喜欢在这种山城里面建一个地方，就来管辖周边的地区。太热了嘛，他们老家那里比较凉爽一些。对，我觉得也是哈。就欧洲的那边，因为整个欧洲那边那个纬度比较高嘛，哈，就没有那么的热。但东南亚特别不适应，所以在越南也建一个大乐。你看这几个字儿，什么字儿？不认识。这是怡保的那个州名，它叫做霹雳州。霹雳州，对，霹雳州。霹雳州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它英文这个怎么念啊？就是 Perak。你有没有发现整个马来西亚这边的名字起的都很炸裂？因为这块有个霹雳州，然后北边那边还有玻璃市啊，他们名字就起的真的是很炸裂呀。二奶巷炸裂过。对，更炸裂。这个位置就是怡保市政厅啊，这个建筑很古老了，1914年，100多年了。同样修建于1914年的还有这里是怡保的火车站，它这个建筑是那种很典型的摩尔式的建筑，这里也被叫做怡保的泰姬陵，大家觉得像吗？有点像的，你就一看这个顶哈，这个穹顶就有点像泰姬陵那种感觉，但没有泰姬陵那么高了。香港的大哥，听他们说这里像那个泰姬陵，刚刚从侧面不太清楚，从这个正面看看像不像？差很远，差很远，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毫无相关，毫无关系。这是这个香港大哥的评价，不是我们的。这4个字母的下面有一幅这个画哈，这个画就呈现的是当年怡保这里的采锡产业，跟我们刚刚在那个贤真别墅里面看的差不多啊。它也是有一些当年矿工在里面采锡矿的这个场景的展示。你知道为什么把这幅画要放在怡保的这个名字下面吗？因为怡保就是锡都，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锡的话，就不会有这么一个城市。对，它就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因为这个采锡矿，然后锡矿工人慢慢聚集，就形成了现在的城市。所以在怡保的这个城市里面啊，关于锡矿留下这些遗迹太多了。你看这还有个火车，这可能就是当时殖民者为了把这里的锡矿运出去，所以建了这么漂亮的一个火车站哈，还有各个铁路线路往吉隆坡还往北运，对吧？对，但是我要补充一点，这个火车线路除了拉货拉这个锡矿，它还拉人，拉什么人呢？拉的就是这个矿工。在1927年的时候有记载哈，最晚的一批从中国下南洋的华工就是坐火车到了这里，然后从怡保的火车站出来之后送到了这个矿场进行采矿。1927年基本上是最后一批了。我们现在去怡保火车站的内部看一下这座并不像太极陵的怡保太极陵里面长什么样，毕竟是100多年前的建筑了哈。我们看看内部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很厉害的是，这个火车站已经这么多年了，它现在还是在如常的运行，在使用中的。就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哈，英式殖民建筑都是这种通体白色的哈。对，然后这种高大的拱门还有立柱都是这种风格，然后底层它是用这种大理石去做的这个基座。这个火车站不大，刚进这个候车大厅，前面就能看到站台了。那还停了一趟车，好多人啊，比我想象中的人多了，以为是个小站，但其实这里的旅客还挺多的。3位一体的进站口、售票厅，还有这个候车厅，真的不大。这里面是人工卖票的，然后外面还有几台机器，可以在上面扫那个什么 Visa 什么的，在这儿买。然后这里就是候车室了，真的是都在一块儿啊。马来西亚这边的广告你发现没有，很多都是这种马来的妇女哈，或者马来的女士，她们包着头巾哈。对，其实怡保好玩的地方挺多的，因为怡保山多嘛，所以周围的山里有很多溶洞，还有玩水的地方。那除了自然风光之外，怡保的美食也是一绝。除了我们前天吃的这个盐焗鸡、鱼丸汤，还有那个薄饼之外，怡保最有名的美食就是芽菜鸡，还有白咖啡。这里有一家很有名的咖啡店，我们去里面尝一下当地特别的这个白咖啡。其实在怡保这里有很多网红的咖啡店，然后我们找了一家比较僻静的，稍微偏僻一点，离那个主街区远一点。那人太多了，其实有时候你没有感觉那种网红店反而不好喝。这个就是怡保很有名的白咖啡了，它叫白咖啡不是说因为它的颜色是白色的，而是说白咖啡呢，它是把这种质量上乘的咖啡豆用低温轻度烘焙，这样就不会有高温炭烤所产生的那种酸涩和焦苦感。喝起来呢，整体的口味是比较偏清淡和柔和的。怡保这个特色的白咖啡啊，也是华人在当地的一种自创的美食。因为这边殖民者带来的咖啡是比较偏苦的嘛，但是华人呢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苦的味道，所以呢就加了更多的炼乳，还有这种特殊的烹制的方法。整个喝下来呢，它这个味道还是挺清淡的，所以叫白咖啡嘛。就喝起来完全没有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喝咖啡的那种苦啊、涩啊，淡了很多，还有那种焦的味道都淡了很多。这个就是6成的咖啡味，再加上3成的这个炼乳味，还有1分是甜，对，蔗糖的味道。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里喝咖啡绝佳搭配就是这个了。咖椰吐司，文涛要了2片，那好像是牛油的吧？牛油的，这边经典就是牛油味儿，特别的松脆，然后牛油呢加起来特别的甜，我最爱的味道。此刻，一位优雅的陕西名媛要享受自己的下午茶了，不过还缺一碗油泼面。再来一瓣蒜，再来半头蒜。现在走在怡保的老城里面，这两边的树特别的漂亮，好像我们黄山的迎客松啊。虽然旁边的楼比较老旧一些，但这个树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像是一种园艺一样的。在东南亚呢，我们见到了非常多的很粗的树，在我们国内啊，这种粗树感觉挺少。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前面就是怡保最有名的2家芽菜鸡一家叫老黄，一家叫安记，他们家还是隔壁，这2家挺好。我们随便找一家，只要人少就可以，味道应该都差不多。这人也太多了吧！现在也不是饭点啊，我寻思3点多，妈呀，生意太好了。像狒狒说的一样，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ay 啊。看来真的好吃啊！狒狒是跟我说了很多次，一定要吃这儿的芽菜鸡。芽菜鸡这太有名了，
他们家菜单上的东西其实种类挺少的，你看这是鸡，只是分1位、2位、3位、4位而已。然后这就是芽菜，这2个是最主要的，鸡和芽菜。对。然后就是这个肉丸汤和鱼丸汤，跟我们上次喝的一样。对。这是主食，主食可以要这个鸡油饭，也可以要这个清汤河粉。对。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卤味，像鸡爪呀，还有鸡的内脏，然后这个也是鸡脚饭，对，还有豆腐、生菜，没了。这里就是一些饮料了，就这些东西。但他们家就靠一个鸡一个芽菜，已经开了这么多年，而且生意太好了。我们是特意挑了一个非饭点啊，我们国饭点肯定是没有位置的。对。你好，你好，我们2个人就要个2位份的鸡。然后芽菜也要个2位的吧，鱼丸、肉丸要5粒就好。好啦，我们的饭已经上齐了哈，我们点的餐，这个就是最有名的怡宝的芽菜鸡里面的鸡，这个鸡是2人份的，好像是25马币，它给的量感觉还蛮多的，我觉得我们俩吃完应该就饱了。然后这个是芽菜鸡里的芽菜，其实就是豆芽，不过它这个豆芽比较胖，比我们在中国见那种豆芽要粗很多。所以以后不要再说谁瘦了和豆芽菜一样，这个明明就是个胖豆芽。对。还有这个是汤啊，这2颗是鱼丸，这3颗是猪肉丸，但里面也会混一些鱼肉。这个很鲜的，我们这2天在怡宝喝了很多次。另外就是主食了，文涛要的是这个是鸡油饭。对。然后我的是粉，这个粉啊，我刚看了一下，它好像这个果条。很稠，是。这碗吃完我肯定就饱了。这个挺便宜的是吧？这一份。对。跟大家介绍一下价格哈，刚刚我们说过了，这个2人份的25马币，然后2人份的芽菜是7马币。这个汤我们要了5颗，5颗价格是7块5马币。这个主食很便宜，我这个粉啊2块5，文涛的饭也是2块5。另外我还要了一杯这里的这个叫唐茶，就是唐朝的唐，老板说这个就是中国茶，唐茶。然后它这个里面并没有糖，是唐朝的糖。这个茶价格大家都想不到，只要8毛钱，很便宜的。真的要迫不及待的尝这个鸡了。这个鸡真的是我们从中国一路听说到了新加坡，又到了马来西亚，从吉隆坡到怡宝，终于吃到了啊！终于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了，好激动。这个鸡其实有一点像广东的那个白斩鸡啊，白切鸡哈。对，但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会更嫩一些，蘸点酱油，哇，真的好嫩啊！我夹一块大的给大家看看，是怎么样？白里透红啊。这个鸡好吃，这个比昨天的盐焗鸡我觉得更适合我的口味。很好吃，它这个酱油真的好香，好吃。好吃吗？你好吃要哭。这个比这个好吃。是吗？真的芽菜比鸡还好吃。好吃在哪里啊？这个芽菜？因为它豆芽比较胖嘛，所以里面含的水分很多。豆芽本身就很鲜嫩多汁，再加上它下面这个油和酱油，对，那个味道一下就出来了，贼好吃，嘎嘎好吃。感觉它用的调料不是很多，整体很清淡，但就是很好吃。其实我有听说过，说怡宝这里的豆芽和鸡好吃，是因为怡宝的水好。对，因为这里旁边的山很多，然后水质好，并且呢，他们用来弄豆芽的那个水，好像是里面含有那种微量的元素，矿物质。你看咱们周边哈，有一些西方的游客，还有一些印度裔的当地人，还有很多的华人，也有很多的华人游客，还有马来人。就任何民族哈吃这个吃的都觉得很好，大家都跑这儿来吃。不对，我好像没有看到马来人，因为这个里面有猪肉，所以马来应该不会来这儿吃。对，还不错，它这个口感很糯，很好吃。果然啊，本地人的选择是不会错的。对，这会儿人越来越多了呀，都在抢座了，感觉跟进了中午的大学食堂一样。真的味道不错呀，光盘行动几乎完成。
大家好，我是贝贝，我们正在背包环游东南亚。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怡保，我们在怡保已经待了5天了，今天准备离开这里，前往马来西亚下一个城市槟城。那离开怡保之前呢，我们先去吃个早餐啊。这会儿其实已经是10点50了，早午餐吧。我们从怡保去槟城的大巴是12点整的，但是大巴车站离我们酒店特别近，刚好给我们留了有个20分钟的时间，简单吃点饭。为什么我们走之前还要在怡保吃个饭？在怡保这几天，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边的美食特别的多。除了美食呢，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这边的华人。对，特别的热情啊！看一下都有什么好吃的，因为这里我们平时是晚上来，还有早上和晚上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早上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新的摊点。我要加叉烧的多少钱？7块8。怡保这边啊，感觉跟广东的一个城市特别的像哈，任何的一个城市。对，大家都说粤语，然后还有这边那种餐厅的装潢哈。对，也挺像。因为这里怡保的华人的祖籍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广东嘛，所以这里粤语是通用语言。这里的人说普通话，和说什么马来文啊、英文啊都少，就是粤语。我们的餐已经上来了，这个是文涛点的大份云吞叉烧面。这个里面是叉烧和这个酱油拌面，然后这一份云吞是单独放的啊，这个和广东不太一样。我在广东吃的云吞面，它是整个放一起的。然后我这一份叫做鱼丸粉，要了5颗鱼丸，再加一份粉丝。马来西亚这里的茶餐室价格都比较实惠，因为基本都是本地的居民，周围的居民来这儿吃的。然后文涛这一份8块5，然后人民币是14块多。我这个是5块7马币，人民币大概10块钱。有5颗这种现煮的、现包的这个鱼丸啊，很鲜的。它这个汤味真的很鲜，而且里面老板还煮了怡保本地最特色的这个胖豆芽。怡保真的好好吃啊！大以后来这里一定要1天吃6顿，多多享受当地美食。因为我们待了5天，3、5、1、15，感觉都没有重样，没有吃饱。下次再来吧。老板，我们走啦。老板，你们家店是早上几点开到几点？啊，我们这里啊，早上6点，6点啊，我就6点半才有。哦，我到11点，他们到下午10点了。哦，这里是分上午档和下午档的。拜拜。我刚刚已经在车站的售票室那里换到我们的纸质票了，这就是我们的车票哈。售票窗口一共是5位这个女士，其中4位都是华人大姐，还有1位是印度裔的。这个斯林巴这个公司啊，虽然不大，但是特别的古色古香。大家看这个门牌4支堂，是不是特别有中国那种古典风味在里面？在东南亚马来西亚这边呢，华人文化保存得非常好，因为当地华人的坚持嘛。我们要去雅加达、巴厘岛还有泗水。您2位都是华人哦？是华侨。华侨。你们是从哪里？我们是中国人。你们那个华语是从哪学的？从小，从家里。从家里，因为我有看新闻说印尼的那个，中文不是教育中断了一段时间啊。那你们小的时候还有华校吗？可是现在他们有写中文。对，就您婆婆那时候有华校，然后现在到您孩子这代又有了。就中间断了一些。你叫什么名字？哦，他中文蛮好，他能听懂。我们在怡保汽车站这里等我们大巴哈，突然发现呢，车站的对面还有一所华中，这个学校的名字叫深斋中学，上面写的是自力更生发展华教，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年份是1959年，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马来西亚政府是中断了对华校教育经费的投入，所以这里也写了要自力更生发展华教。就没有想到在车站对面我们也看到了当地华人一直在坚持发展自己的教育，然后他们的经费都是当地的平民百姓还有经商的人自筹经费。哪怕一个小小的汽车站能感受到华人在这边的生活和生活环境。一方面我们看汽车站有很多古典东西，比如那个前面这个学校呢，也能感觉到当地人在这边生活的不容易。很多人说来马来西亚没有什么太多历史可看，其实你只要用心去发现，很多角角落落里都有曾经当年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的遗迹啊。你知道这家公司是谁家的吗？是一个明星家的，估计这个明星你还听过。是本地的吗？是本地的，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忘了吗？杨紫琼。对。是吗？影后啊。他家里经商的蛮有钱的，真的是杨紫琼家的吗？是的，杨紫琼家的产业。哦，这么巧啊！厉害吧 ？Butterworth。OK。Yes, Butterworth。今天我们做第1趴。其实我们这趟来到马来西亚之后得知这个本地的华文教育都是要靠民间的自
资本去支撑的时候，我们内心真的超级感动。因为不仅仅是有钱的富商会出资捐款，就包括这些最普通的华人，开一个小的档口卖鱼丸汤的，他们也会把自己微薄的收入拿出来一部分去支持华校的建设。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之后呢，不管是买水啊或者吃饭，我们尽可能多的去选择这个华人的店铺去消费，因为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消费的可能早上我吃的5颗鱼丸汤里面，有1颗的钱可能就会被老板捐出去支持华校。我们坐大巴从怡保到槟城一共是150公里，需要开将近2个小时，然后这个大巴车票是每个人20马币，2个人加起来是人民币69，将近70的样子。从怡保到槟城呢，也可以选择坐火车哈。涛哥，我们为啥没有买火车票啊？火车票的价格是汽车票的2倍多，我们坐不起。我们刚刚从怡保到槟城啊，这一路过来，沿途看到了很多山庄。那听到山庄2个字，大家会想到什么？山庄啊，各种山庄，虎啸山庄、龙虎山庄什么的。但是在马来西亚这里，山庄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马来西亚华人呢，把墓园叫做山庄，所以我们其实中间过的很多这个山庄里面都是墓地，这样子。也算当地的一个文化特点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槟城的北海汽车站，现在我们需要从这里去我们的酒店。有2种交通方式哈，第一种就是直接打车，但是直接打车会特别贵。尽管呢，我们现在这个位置距离我们酒店直线距离只有6公里，但是如果打车的话是需要绕路的，大概总里程是25公里，打车费将近70块人民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槟城呢就跟我们中国的厦门一样，它是单独的一个岛和这大片陆地，中间是只有桥可以连过去的。那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在海边上，最快的方式就是我们从这个海边直接坐轮渡到对岸的那个码头，再打车到酒店，可能就2公里。据说在这边找一个 ferry 的标识，或者我们问一下当地人怎么坐 ferry， 就是快艇。我看一下哦，前面有，这里写了那个 ferry， 我们要上2楼。槟城有个外号跟大家说呀，叫做东南亚的硅谷，所以刚一来看这边的高楼，就有种美国的硅谷的感觉。我们一路上好像看到了很多那种电子的公司，高科技园区啊。现在在东南亚听到园区2个字都已经有点应激反应了。PTSD 了。坐船了，老婆，每次坐船感觉老兴奋了。哎，前面不是我们车上的乘客吗？这群西方的游客，这边西方游客他们总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玩哈，不像我们在中南半岛的时候，他们都是自己来玩的。所以说感觉马来西亚挺适合亲子游的，治安相对会好一些嘛，比中南半岛那些什么缅甸呀、柬埔寨会好一些。是。它这个轮渡应该只有1条线，我看地图画的只有1条。我们去对面那个叫 Terminal Ferry Georgetown。Yeah. Two tickets. English or Chinese. 还有中文。哦，太棒了。阿里 Pay。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谢谢。这样还挺便宜的，1个人才2马，2 people. OK，Thank you。Thank you。它这个轮渡站还挺大的哦。里边是个 VIP 室啊，貌似是有空调的，但我们因为要给大家拍风景，所以就坐外面了。它外面的这个座位跟中国火车上那个一样，对，座位是在墙上这样子。刚才小哥还给我们让了座位啊，特别好。对，这个马来小伙子看我们东西比较多，然后把旁边位置腾出来了。他本来这个位置是给他放包的。是的。看我们过来就让我们坐这里了。哪里都有好人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滚装船，里面是可以做客的啊，刚才那些。这边呢就是当地人的摩托车在这边走。前面就是乔治市了。我们现在呢就要过这个濒危海峡，就在于乔治市和槟城这个主城区之间哈。乔治市呢就是华人主要居住的地方，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这边好多摩托车啊，本地人的通勤工具。对面就是乔治市了。那你们上学的时候就讲马来文吗？讲华语，大多数讲华语。你们读的是华校啊？跟老师沟通的时候会讲马来文。那你们是华校还是国中、国小这种？我们是中学是国中，国中也可以说华文没问题吗？因为我们学校98%都是华人。是啊，98%都是华人。哇，这么厉害啊！打车挺便宜的，我刚才看了一下 Grab 才预估6马币。槟城是马来西亚
华人数量最多的地方，最多的城市，所以在这里打车有很大概率能打到华人的车。对，在轮渡站的门口，我刚刚还看到了一辆槟城的免费巴士啊，上面写了 Free Bus。这个车呢，它会在槟城市内固定的点儿停靠，它有自己的路线。不过我不确定我们的酒店在不在其中啊。等我们一会儿到酒店了，我研究它的路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明天就可以坐免费的巴士玩了。槟城它到底是怎么分？就是岛上就叫槟岛或者乔治城哈。这边工资高吗，大哥？不高啊，哪里高？有没有4000马币？看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如果你是刚大学出来，应该是2000多的。到房间了，我们一起拆个盲盒，看一下我们在马来西亚槟城住的酒店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在槟城住的酒店了。这个酒店好像是2024年的新酒店，所以里面还挺新的。然后有一些刚刚装修完还没有散完的那个甲醛的味道。对，有一些装修的味道。它这个床上用品啊啥的看着还挺干净的。这个房型我订的时候呢，说是有20平啊，这个叫豪华特大床房，但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大。这个房间不算特别大，但整体的状况还是不错的。给大家看一下卫生间，挺新的，整体看起来。但就是小。OK，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酒店价格问题了。槟城的酒店价格非常贵，我前两天订房间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槟城的酒店比首都吉隆坡还要贵，看得过眼的都是500多、600多。哇，感觉跟新加坡一个价了。然后这家是我找了好久，因为它的位置稍微要偏一点点。然后这家的价格是怎样呢？大家猜一下，我们这样的一间房价格是350块人民币，你猜对了吗？我订了3天啊，3天的价格就1000多了，真的还蛮贵的啊。有点贵了。吉隆坡我们订那个不是才250，我记得是。是。这个比那个贵了100块，而且还没有那个房间大。